这一次收破烂收的值，10万块钱收回来20块银元。哦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一块签字板，价值能超100万。签字板大头啊，确实比较少见。你这些啊，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这一次捡个大漏，我也瞅瞅。我这10万块钱花的比较值啊，我这300万我都想好咋花了啊，把借朋友的10万块钱还给他，另外300万买房买车出9万。那你这20块冤大头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借别人的钱买冤大头，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可没有签字板了呀。看你这都是普通的年份，基本上像这种冤大头传人占人都比较常见。真正值钱的还是签字板，因为这个签字板啊，它是样币。但我看这里边没有啥签字板啊。就那个签字板大多好找，你看他脸上、衣服上签的都有字儿。专家告诉我，这20块银元就那个值钱。咱俩说的签字板可不是同一个签字板啊。签字板冤大头是冤大头的设计师乔治当时设计的一个板，他的签字板是在原乡这个地方4点钟方向，签的是乔治的姓名。而你这个打的是戳记，伤痕累累，和签字板区别巨大。我反正也没有见过啥签字板，我感觉这都无所谓吧，只要能比其他银元贵就行了，卖100万都是赚了。指望这种签字大头带戳字的想卖100万，这价钱简直是闹着玩了。一般这种带戳字的冤大头都是当时为了检验真假，进钱庄之前专门摁上去的。过去使用没啥影响，现在收账它这个价钱啊相对贬值了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在我这20个银元里面就那个最值钱这个能卖100万，其他的一个才10万。你是在做白日梦吗？你这银元都太常见了，咋可能一个能给到10万呢？你找了专家很明显不靠谱。像这种带戳的呀，他给你报100万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你说这是卖给谁呀？卖给谁？争着抢着的人要的人多了，我这银元可是非常畅销了。你说你能给我几百万吗？我觉得你确实对银元不懂。首先啊，10万一下子买回来20块银元，这都已经算是高风险投入了，很冒进。你买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它的市场行情，不应该一块花5000，你买这些20块冤大头。我买之前都给专家请教过了，我拍了几张照片给他们，确定好价格，有大钱赚才买的。那我只能说你找的人不对，他们上来就给你报高价，这是想忽悠你的。因为你这些银元啊都是常见的年份，第一个没有板，像我们行内说的3年的签字板一块再少说几百万，而你这个不叫板，你这种叫带戳。带戳也就是带伤，在普通冤大头的基础上是要折价的，论价值它还没有这普通的大头贵的。第二个，你这些冤大头啊都没什么颜值，也不是什么未流通的状态，也不带什么底光，通通都是流通过通过状态。一个给你按1000来算，这20块无非现在也就是2万块钱的市场价。2万？对，你别胡扯了。这咱俩搁这说半天了，结果我10万块钱买回来了，还亏了8万，不可能的。这有啥不可能的？你这是典型的太相信那个网上专家了，只能说明啊，他们给你报了参考价，太胡扯。他还以为啊这些银元都是恁自己家祖传的，没想到是你借钱买别人的，算是闹个乌龙吧。我建议你啊，把这些银元还给人家还回去，把那个10万块钱趁早还给别人要回来。你说还都还，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我们说好了，无论价值多少，都不可能反悔的，都不能退货还货。这个都啥时候了，你这还讲面子？面子才值多少钱？不要相信一块能值10万100万了，这都是估高价的骗局。市场价无非也就是1000元左右，更何况你买了银元啊，这还是借别人的钱，这个舍个面子，保全一下自己的本钱才是最重要的。别再瞎折腾了，万一没赚到钱，再失去这个10来万块钱，你这得不偿失啊！好，中。我听说这个金条不管加工金手镯，那是嘞。这俺女孝着，给我一斤。大爷，那家里应该没称吧？这可没有1斤啊！一般像这种10两的大黄鱼，只有300多克的重量。原来这是那女婿送的，这确实不能加工金手镯。我不是的加工听说这古董金条贵，我今天拿过来叫你看看无论贵贱我不能卖。这个价值我该咋跟你说嘞？一般我们常见的大黄鱼，那价值都在20万左右，因为300多克的黄金，你看金价现在都10几万了。况且你像过去的金银锭，它都是靠字口品相来定价的。
你这个金锭，你看字口比较清晰，茂生金漏赤金，这一看就是民国嘞。这恁女婿送给你这个没说干嘛吗？是他说他家祖传的，这是他爷传下来的。上一次给他闺女下彩礼，还差1万块钱，他送给我的。咦，下彩礼还有这种操作吗？那确实挺可笑嘞。那女婿的本意啊，应该是好嘞。他拿这个大黄鱼让他对他放心。至于真假来历，他可能不知道。既然你不卖的话，那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。以后他有钱了，你给他还回来就行了。我有我的打算啊，二妈结婚了，我想用这个给她当彩礼，俺亲家不高兴。那说实话，古董代替彩礼有代沟，平时我们普通人能看懂真假的不多，价值啊更是无从谈起，也就是不方便。你最好把它换成现金。再说你拿女婿的金锭给恁未来的儿媳妇下彩礼，这不合适吧？我感觉无所谓，我上金店估价了，你也把我撵过来了啊，说让我找你们再玩古董的。哎呀，如果我是开金店的话，我肯定也会这样告诉你啊，因为像金店每天都能遇到你这种客户，有的是在地上捡嘞，有的是别人送嘞，哎，他们现在看到这种金锭啊，他们也是见怪不怪了。不对吧？这些古董金锭太少了，他们这都能天天见啊！你对我说整这些吧。按理说，像这种古董大黄鱼啊，真的话你搁平时很难遇到，大多数遇到的都是赝品。赝品和真品唯一的区别就是材质的问题。10两的大黄鱼啊，重314克左右。过去的黄金，它的含量能达到99以上，而你这个拿过来，刚才你说有1斤重，其实我拖着啊，也就200来克吧。首先，你这个材质不是黄金的，其实是不是过去的金锭啊？它上面的落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你看，茂生金漏赤金，哎，上主赤，哎，这些字啊，在过去都是人工錾刻上去的钢印砸上去的，它的字体模具都是纯手工雕刻出来的。而你这个字体，这一看就是一眼假，因为是纯正的电脑体。可能我啰嗦半天，你可能会有质疑，你凭啥说我的这个不是黄金？你看一下它这个底部，哎，经常它这个底部啊接触的这一面，你看有很多都已经氧化变色了。所以说你这个是赝品，知道别人为什么把你撵出来了吧？我觉得他们不守候，他们天天卖金人首饰，他们懂的真严，狗眼看人低，不专业。你要说他们对古董真假不懂，确实是真的。经常接触黄金啊，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黄金，肯定是能看出来的。而且人家上手拎一下，重量也能拎出来啊！你看这么大个的金条，它标准重量是300多克，你这拎在手里边，明显不达标吗？你不用给我抬杠，我现在都买个称称，你连称都没称，你说没有一斤，这不是抬杠吗？称不称重量，它其实是无关紧要的。这个该我说的呀，我都给你说的很详细了，你也不用去买证，哎，不用多花那个钱。给孩子下彩礼的事啊，你也别瞎费劲打这个大黄鱼的主意了，来回折腾啊。最后说实话还不够麻烦嘞，拿回去还还给那女婿，啥话都不说，你就当啥事没发生就行了。你说的啥不是？我可能不能听你的了。不能听我的，那你拿回去吧，给那女婿就行了。